母亲曾在我出生时为我种下一棵树，只希望在我成长的长河中留下一份属于我的回忆。领终于步入了小学，可我依然用着10年前的翻盖手机，模糊的像素无法留下清晰的回忆。还好有我的女神帮忙，才没让这特殊的日子留下遗憾。我带了领去购买晚餐食材，可眨眼间的功夫，领就凭空消失了。因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，领想为自己买点零食庆祝，本以为闺女大了会挑食了，可后知后觉的我发现，被母亲遗弃的领连甜麦圈都没吃过，这也并非零食，而是早餐。于是我为领买下了这份特殊的零食。回家的路上，领希望走小路，因为这里可以路过樱花公园，看着盛放的樱花树。我也想在领升学的日子为他种下点什么，希望他可以伴随着领共同长大。而这种习俗源自于母亲对我的爱。母亲在我出生的日子为我种下了一棵金桂树。领虽然缺失母爱，但我却想用我的关爱为领填补缺失的爱。领最终选择了枇杷树，因为家中正好就有枇杷的种子。可我却想为领种一棵跟它一样高的树苗。如果是从种子开始种的话，到开花结果至少要花费10年时间。到那时，估计领喜欢的只有奶茶、甜点、冰淇淋了。可领坚信自己的口味不会变。我们刨开土壤，种下种子，接着就只能祈祷，希望它快点发芽茁壮成长。我跟领聊起了忍者的话题，因为在忍者的修行中，就有一种每天跳过大树的修行。伴随着大树的生长，他们也会越跳越高。听了这些话，领也试着从树上跳过，并开始打听枇杷树最高可以长到多高。明天就是领的入学日了，他让我帮忙检查明天的课表。我在确认书本无误后，拿出一个哨子，并告诉领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就尽力吹响哨子。第二天，我日常睡过头，可懂事的领早已梳洗完毕。早饭时，领吃了昨天买的甜麦圈。他先试着直接吃，之后有尝试了用牛奶泡着吃。而这时来了一通电话，是红树的母亲。她表示红树已经来找领的路上了。可当我看到红树时，整个人都惊呆了。红树的全身沾满了苍耳，活像的刺猬。我让领去拿把梳子，然后帮红树摘去了身上的苍耳。为红树梳好头发后，领便出发上学了。突然传来的哨响让我不顾形象的就冲了出去，没想到竟是红树的恶作剧。正所谓狼来了的故事说多了，真正出事时就没人来救了。教育好2人后，我便送走了2人。在上学的路上，红树自称发现了一条近路，可所谓的近路却是山路18弯。红树还随手一挥，打坏了别人家的花盆。没想到的是，红树竟然不讲武德，丢下了领，自己吹着哨子跑掉了。这种卖队友的行为让领很失望。回到家后，就当起了专业吐槽人。席间，领跟我确认枇杷树是否是他上小学的纪念，因为我的金桂树是我出生时的纪念，领也希望有一棵那样的纪念。这席话难住了我，因为抛弃领的母亲又怎会为他种树呢？但我的外公是领的父亲，虽然外公已不在了，但我相信外公对领的爱是毋庸置疑的。于是我再次找到了领的生母，并递上了领入学时的照片，然后开始打听起了树的存在。还好得到了肯定的答案，树是外公为领种下的。我跟正子打听起树的具体位置，正子虽为漫画家，可画地图这块不得不说确实是他的短板。送走正子后，我便来到了外公家，并在这里找到了属于领的树木。在离开时，我看到了一棵参天大树，这是母亲出生时外公为母亲种下的，此时也长成可以独当一面的存在。就在母亲带着领欣赏属于我的树木时，我带着属于领的树木回来了。这也是一棵金桂树，一棵有着6岁年龄的金桂树。我将树苗移植到自家院中，现在的高度领已无法跨越，但它却有着跟领同样的高度。虽然半年前我对领还一无所知，但我与领的相遇或许是冥冥之中早已就注定好的。